接下来呢，我们要来使用这个 CIRQ 框架来去实现这个 QCNN 的这个建构与训练哦。不过在开始之前呢，我们还是要讲一下哦，我们这个资料哦，因为我们现在目前用的是 NST 嘛，是这个28×28，总共有784的这个资料长度，怎么样能去做到资料降维哦？我们来看一下哦。那我们上次提到了这个资料降维的方式，基本上有3种。第一种就是一般的方式哦，这是属于破坏性的这个资料压缩了啊。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原始资料，例如说我们这个 X 圈里啊，我们原本的 X 圈里，然后呢可以透过什么东西？透过 TensorFlow 它里面的图像处理的 resize 的功能，要求它压缩到一定的这个尺寸啊。例如说我们原本是28×28嘛，这个地方我们这要求它压成4×4啊。为什么4×4啊？因为我们现在目前的这个量子可用的位元就是20个位元哦。这个20个位元就直接用20个位元，不过通常我们会是这个某一个数字的次方啦，例如说是3×3啊、4×4啊，或者5×5哦，5525哦，刚好超过哦，刚好超过，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就用4×4，好，就是16个位元。那么使用16个量子位元，好，那要使用16个量子位元之前，那我们是要先准备好16个位元的资料，所以这个地方呢，我们就使用什么东西？使用 TF-Image 的 resize， 把我们的资料集转换成4×4哦，压缩成4×4哦。那它后面呢，它基本上有一些方式啦，有一些方式，还有根据不同的演算法，这个图片放大，它有一个比较好的这个演算法。我现在去让你这个图片这个画起来比较好看，然后如果把这个大图片压成小的话，基本上它有一个不错的演算法。不过我们这边就随便这个挑选一个看起来合适的啊，挑选一个合适的方式。好，所以呢，我们把目前的结果把它印出来。如果是原本的这个 X 圈里呢，我们把它的这个形状印出来，然后呢 resize 的这个形状我们把它印出来，所以我们会得到怎么样的结果？我们就看到一样是6万笔的资料，然后呢原本是28×28，现在呢变成4×4的资料。好，现在变成4×4的资料。好，那4×4的资料应该是长什么样子啊？我们之前都看过了，28×28资料，这个手写数字资料呢，那个画出来，这个眼睛是看得出来哦，眼睛看得出来哦。所以呢，如果人的眼睛看得出来呢，这个机器学习或者是深度学习啊，这个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呢，通常应该会有一个很好的表现。好，这个即使表现不好，我们基本上也是看得出来的啦。好。所以呢，如果说我们要把那一张图画出来，我们把第一张画出来，第一张缩影是什么？第一张缩影是0啊。所以呢，我们如果把这一张图画，如果你要看到原本的话，你可以使用 PLT-IN Show 直接看 H 圈里原本的那张图。好，那如果说你要看 resize 的话，你就直接改成 resize， 然后把它秀出来后，如果第一张图本身有在做这个练习的同学应该会知道了。我们第一个这个图像它的数字是多少？数字是5，数字是5。那数字5呢？基本上在28×28的这个尺寸下面，它是看得非常清楚的。好，可是现在我们在4×4上面在4×4的尺寸上面，我们完全是没有办法看出来这个点点它看起来是2个点点这2个点点到底代表什么数字？这个可能什么数字都有啦这个真的是眼睛看不出来所以呢，如果说啦，我们把这个大的资料缩减成4×4，然后呢再要求4×4什么概念？这是16个资料比如说，我们现在把假设说了，如果说你用 NN 的概念呢，28×28，7×8的4维是 input，output 呢对到4416，对到16个这个资料上面，然后它必须要再从16接上什么？接上它的这个分类，接上它的分类，然后要求它说把这16个结果对应到我们的 NNIST 的4个结果上面。在某些情况下 ，NN 好像还是做得到NN 应该是有办法做到这件事情比如说4416变成什么？变成隐藏层我们重新整理一下输入端呢784784，输出端呢分类成10个所以输入有784个神经元，输出有10个神经元，中间是我们可能会搭配不同的隐藏层在这个地方，假设我们用4416个这个神经元作为隐藏层，它经过训练之后呢，它确实是可以去训练出我们现在目前的手写数字到底是属于哪一个数字？好，这个它应该是做得到的。所以在这个地方，虽然我们眼睛已经看不出来了，这个它画出来的图像长这个样子。可是如果说它是经过一个训练有素的这个类神经网络模型的话，基本上它是有办法分类出说它是5，它是5，这是我们本来在这个 NN 里面在做的事情那这件事情当然也可以把它转换成 CNN 的模式再下去做一次。好，所以呢。透过这种方式去做资料降维因为我们现在4416的话，应该是还是可以接受尺寸因为其实在某些情况下
如果你把资料的维度压缩到你的分类比你的分类任务还要小，比方说他要想办法再把它长出去哦，这个难度可能会比较高。虽然我们现在不太确定有没有人这样做啦，或许有一些这个研究单位或是这个学术的研究，他们曾经有这样做过，而且也取得到一个不错的结果。这可能要再先去做这个调查哦。不过像目前的知道是大缩小应该是没什么问题啦。什么时候会做到小放大哦？通常是目前有看到的资料是指说，如果你在设计隐藏层，你第一个隐藏层应该要怎么样去做设计？有一些人的讲法是输入端的 1.5 倍哦，这个可能在我们之前的课程中曾经有提过了。所以呢，这个小放大，然后再从大慢慢缩到小，可能会是一个方法。好，只是在我们这个地方，我们去做资料的降维呢，就很单纯。好，直接把我们28×28的图像，首先呢这个地方转换成一维，然后再把这个资料转换成4×4，4是16啦，转换成16维的资料。好，然后呢我们就得到这个结果。这个呢就是我们未来要送到我们这个量子计算所使用的资料，而这个讲法还不是很正确哦，哪里不正确？这个只是我们符合它位元数量。这个资料并不是量子的资料，这并不是量子的资料，所以我们后面呢取得到这些资料之后，降维的资料之后，我们还必须要从一般资料转换成量子资料哦，这样它才有办法在量子里面去做处理哦。好，这个是一般的方式啦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使用序列网络使用序列网络的模型，这基本上就是说我们使用这个 TensorFlow 直接下去做资料的降维做资料降维。好，在这里我们的处理方式就是我们使用 TensorFlow Keras Model 的 Sequential， 然后呢，我们把我们的资料28×28直接进到输入层，进到输入层，然后呢就直接把它 dense 成16如果说在我们之前的运用里面这个输入层没什么问题，28×28，输出层呢，我们可以直接把 dense 成10个结果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输出是做10个分类可是因为我们现在不是做分类我们现在只是要做资料维度的缩减，做资料维度的缩减，所以我们就直接把它变成16。然后呢，具体来讲，我资料怎么样从28、28、784降成16？它做的事情是你直接使用 model 的这个预测直接使用它的 predict， 然后它 predict 的结果会是什么？它就会是有一个16的这个资料内容。我们之前的讲法是，当你去做资料预测的时候，是从里面去找什么？从这里面去找最大的那个数值嘛。然后最大那个数值呢，基本上就是我们原本预期的这个资料结果。在这个地方，我们不是做资料预测，虽然我们是用这个方法，可是我们真正要的是什么？我们真正要是它把这个资料留下来，我要把这个当做我们新的这个输入的资料来下去做使用。好，所以这个地方不要忘记这个模型。如果你确定下来，你打算使用这个模型的话，你未来再去做使用的时候，你必须要重新载入你之前所训练好的那个权重，不管是有训练或没训练的，那个权重必须要保持一致，不然会导致于什么？导致于说，因为你的权重不一样，所以呢，你这个预测出来每次预测出来的结果，即使是同样的 input， 预测出来的结果都不一样。真正应该要做的是，原始的资料 input 进去，经过它预测完。应该说了，经过它的模型预测完出来的结果，每次都必须要是相同的，必须要是相同的，因为你有稳定的资料，你才可以送到后面的 QCNN 下去，后面让它下去做这个模型的训练。如果没有的话，那你的 input 每次都不一样每次都不一样，它这个 QCNN 它就抓不住它的准头，到底你现在资料到底的这个标签的答案到底是正确还是不正确，它会变得它抓不准所以资料的正确性非常重要好，这个是使用序列网络。接下来呢？我们上次有提到怎么样使用这个 CNN 的版本CNN 的版本呢，它在某些概念上面这个可能会比较好因为呢，它是能保留这个图片上面的特征，所以它做法都跟我们前面的方法一样。首先呢，我们用 TF Keras Model 的 Sequential， 然后呢去做一个卷积层出来。这个卷积层呢，我们是取16个特征，然后呢 kernel size 呢这个地方我们就直接用4×4这个我们前面讲过了。3×3、4×4、5×5都有人使用反正就根据你实际上的需求。然后呢，在这里我们有设定一个启动函式使用 IELU， 然后呢，我们 input 是28×28×1就是一张图片的这个尺寸的资料，然后它送进去。然后呢，经过这个 conclusion 之后呢，经过这个卷积之后呢，我们再去做一次磁化，这时候呢，我们磁化的这个 size 采用的是4×4，然后再加一个卷积层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会使用3×3。那我们一样，我们取这个8个特征取8个特征，然后再加上一个磁化层做3×3这个地方因为我们是要把它的那个最终结果把它取出来，所以我们不会特别去把它接上全连接层好，所以呢，在这边你会看到是什么？
经过它 conclusion 之后，原本是28乘28，然后4乘4之后呢，它就变成25乘25乘上16个特征，好，它参数量来到272了。这个时候呢，资料还是很大，所以我们做什么？做4乘4的这个 conclusion，所以它就变成它现在目前的资料就变成6乘6乘几个？乘16哦，因为我们原本就是16个这个特征嘛。然后呢，我们再用3乘3哦下去取，所以呢就变成4乘4乘几个？这时候我们要8个特征啊，8个特征。然后最后呢，我们再做一次这个3乘3的词化，所以就变成1乘1乘8。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的资料你的资料的维度就是8啊，资料维度就变成8。好，所以呢，8到底足够使用了？基本上应该算足够啦，因为其实我们预期是没有打算压到这么小，因为我们通常还是会希望说它有足够的这个位元数可以下去做使用。可是如果说我们是在一些比较苛刻的环境里面，我们没有足够量子的位元，我们还是得想办法把它压到这么小。透过卷积神经网络的模型下去做降维的话，应该说透过这个模式下去做降维的话，它有几个特色。第一个，它可以保留它原本图片上面的特征。好，然后第二个呢，它可以有效的去大量的降低你的资料维度，跟刚才的用法不太一样。目前呢，这个比较直觉的用法就是我们一般资料直接下去做 resize 啊，图片直接下去做 resize，那它有可能会损失一些图片上面空间的一些资讯嘛。好，那第二种方式呢，是我们进一步的使用传统的 NN 的方式去做资料的这个压缩。好，那如果说你想要同时保留图片上面的特征的话，那就直接使用这个 CNN 啊，直接使用这个卷积神经网络下去做降维。这个过程中呢，都还跟量子没有关系，我们现在只是在做资料准备。好，我们准备好这个资料之后呢，我们有这个可以使用的资料长度，才有办法把它送到我们这个量子计算用这个使用足够的量子位元下去让它去做运算。好，所以这个机器学习走到这个量子机器学习它的桥梁怎么样去把它这件事情把它给做出来这个地方呢，我们要使用一个新的框架，叫做 TensorFlow Quantum。TensorFlow 我们之前介绍过了就是这个 Google 所发展的。当然，他们本身在量子这个机器学习上面，他们就有发展一个新的框架就是 TensorFlow Quantum。所以我们就会使用什么？我们就会使用到这个 TFQ。好，那它是一个用于量子机器学习的这个开放原始码的框架啦。那简单来讲，就是 TFQ 它结合了 TensorFlow 机器学习的功能。TensorFlow 这样大家应该用的非常熟悉和什么东西？和 CIRQ 的量子计算能力。好，这个东西呢，在某些情况下，我会觉得还蛮好用的因为其实如何我们的资料在里面去做这个模型的设计，以及资料怎么样去做转换呢？这个用 TFQ 它协助呢，帮人去做这件事情，会比较容易一些些。好，所以呢 TFQ 呢，它提供了开发者能够建立量子资料集，并且将之整合到深度学习的模型里面。所以呢 TFQ 它为量子跟传统计算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这个整合的平台好，那我们是不是也是一样讲是这样讲不过我们还是会遇到一些瓶颈目前 TFQ 的这个现况到底是什么？目前呢，我们这个 TensorFlow Quantum 呢，目前的版本我上面有去记目前我们最新就是 0.7.2 的版本，它是在2022年7月29号发行的距离我们现在已经超过1年以上了啦好，那在这里面有一个最关键、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有可能会在任何作业系统里面去用这个东西，可是我发现一件事情，它不支援 Windows 作业系统。如果你要在 Windows 作业系统去装这个套件呢，无论如何它都是装不起来的它必须要是在 Linux 的环境里面。好，所以这是第一个，我们有第一个罩门就是你在很多地方你可能非常熟练怎么样去安装相关的 Python 以及如何使用 PIP 去安装相关的套件，可是呢你在某一些的情况下，你可能知道说它可能是什么版本相依啦、版本控制的这些问题，可是呢，你可能不会去想到它作业系统本身就不支援作业系统不支援。好，那第一件事情TensorFlow Quantum 它不支援 Windows 作业系统的安装，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个呢，它现在目前不支援这个 3.10 之后的版本那我现在目前它的 Python 可以支援版本是 3.7 到 3.9这个是另外一个比较大的限制，因为一般我们遇到的问题都是什么？我们一般遇到的问题都是套件跟套件之间，它本身有版本上限、版本下限以及相应的一些控制的问题嘛。可是呢，这个其实Python 资源的版本它也是会有所谓的限制它现在目前只在 3.7 跟 3.9， 所以呢，我们现在目前在 Google Colab 上面的 Python 呢，它已经是 3.10 的版本，它是非常算是新的版本它刚刚好不支援 TFQ， 所以它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没有办法在目前的 Google 的Colab 上面去做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呢，可能在这个半年之后啦，或者是这个一段时间之后，不是期待它降级啊，我们要期待这个 TensorFlow Quantum 它推的什么这个0.8以后的版本，或者0.9以后的版本，它就会支援到新的 Python， 然后支援到新的 Python。好，所以如果说你是在自己的搭建环境里面，像有2件重点哦，一个是你不能使用 Windows 的版本，所以变成说你可能使用 macOS 啦，或者你可能在 Linux 的作业系统，像我们目前 Linux 最常用的可能就是 Ubuntu。好，在上面装的版本的 Python 也不可以太新，不要超过 3.9， 你可以用 3.7、3.8、3.9，不可以用 3.10。哦 ，3.10基本上我们 Google Colab 没有办法，它就没有办法正常的去做运作了哈。那虽然我们现在目前 Python 已经来到 3.12， 我们现在目前这个录制的内容它是在 3.12。好，也就是说啊，我们现在目前 TensorFlow 的 Quantum 一直都没有追上来，我们期待它这个 0.8 的新版本啊，期待它，因为毕竟它那个已经是1年之前的事情了哈。好，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除此之外啦，最常见到的是版本之间的相异哦。那 TensorFlow 它也是有限定版本哦，它现在呢，它只支援2.7什么时候发行的？2021年的11月5号。所以如果说你是2023年之后的这个版本呢，基本上都没有办法使用，包含你在 Google Colab 上面的这个 TensorFlow， 它基本上也非常新。好，所以呢，它不支援目前新的版本 2.15， 它一定要使用哪个版本？它限定在 2.7 哦，限定在 2.7 哦。那其实我们有看到这个官方有一些说明文件，它可能会建议使用某些 TensorFlow 版本，我们也试过了哦，这个它那个资料写的上面可能有一些问题啊，因为我们在那个新的那个版本上面它是没有办法运作，必须要再去做降版。然后后来目前可以搭配降的版本就是 2.7。好，那 CIRQ 的版本限定也是一样哦。CIRQ 呢，它基本上应该是说了 TensorFlow Quantum 呢，它相依于这个 CIRQ 这个框架。那 CIRQ 呢，它目前比较新的版本也当然是有2023的版本，可是它也是不支援新的哦。你如果使用 TensorFlow Quantum 的话，你 CIRQ 必须使用 0.1、3.1。哦，它也是一个蛮旧的版本，2021年10月27号发行的。所以来统整一下目前 TFQ 的现况。第一个，没有办法在 Windows 上面去做执行，所以你如果要去准备开发环境哦，这个它只能在 Linux 上面啊，或者是你在 Ubuntu 上面去装一个 Python。好，那 Python 不可以装太新哦，你必须要装 3.9 或 3.7 到 3.9之间版本，3.10就没有办法跑。然后呢 TensorFlow 版本也不可以装太新哦，你必须装 2.7 的版本。哦，然后 CIRQ 哦也不能装太新的版本，你必须装 0.13 的这个版本，它才可以让你的什么东西 TensorFlow Quantum 正常运作。它目前的版本呢就是 0.7.2 2022年7月29号所发行的这一个版本哦。好，那所以啦，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呢，就是我们要来去确定一下我们这个 TFQ 的开发环境到底有没有 ready 好哦。所以呢，目前如果你去装这个 TFQ 的话啦，因为我们装的版本很单纯的，就是直接用 PIP install 直接把它装起来哈。那它装的过程中呢，它就会直接卡住啊，遇到很多奇怪的问题啊。那通常我们当然会直接在什么地方试？是在那个 Google Colab 上面试。Google Colab 它现在没有办法跑起来的原因，是因为它是 3.10。好，然后我们很难在上面现在去做这样，当然有一些方法或一些手段啊，你可以在上面去做到这件事情。可是呢，你不要忘记哦，还有几个东西要下去做出来。第一个 ，TensorFlow 版本也必须要去做降版 ，CIRQ 也必须要下去做降版的。所以呢，在目前的环境套件里面啊，你不能去超过这个版本时间所发布的所有相关。我们的时间就是2022年7月29，不可以所有你现在目前环境里面所用的版本都不可以超过这个时间点。当然了，自然就包含 TensorFlow 跟 CIRQ， 因为我们像这两个东西一直都有在更新哦，一直都在更新。那我们刚才前面有提到了，除此之外呢 ，TFQ 目前没有办法在 3.10 以上面以及在 Windows 上面下去做执行了。怎么去确定这些版本上面的细节？然后怎么去确定这些细节？你可以直接在你的 Python 上面使用 import 这个 sys import 的 TensorFlow，import 的 CIRQ，import 你的，假设你已经装好了，好，去 import TensorFlow 的这个 Quantum，把它的版本印出来啊，把它版本印出来。我们现在目前画面上面看到可以使用的 TensorFlow 版本呢，这个 Python 的版本呢，目前是 3.9.18 可以使用的哈。然后 TensorFlow 必须是 2.7， 好，然后呢 CIRQ 必须是 0.13 我们的小版号都留在上面了啊。然后 TFQ 呢，基本上 0.7， 你必须要是在这个环境，而且是在非 Windows 的环境里面，它才有办法正常运作。好，所以呢，我们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呢，可能要先请大家想办法准备一下这个 TFQ 可以使用的开发环境。在这里呢，你没有办法用 Windows，
你必须想办法找一下这个 Linux 的或者是这个 Ubuntu 的这个开发环境，把 Python 把它装上去 ，Python 记得不要装到新的啦，这个只能用最新只能用到 3.9， 然后再把你的 TensorFlow 跟 CNRQ 把它装上去哦。这个地方应该会推荐你直接装 TensorFlow Counter， 它在安装的过程中，它就应该会帮你把 TensorFlow 跟 CNRQ 帮你装到好，因为它本身是强制相依的版本。好，那如果说你先装了 TensorFlow 会发生什么事情当然它会直接帮你把新的版本装上去，然后呢，你就要开始逐一降版它在这个安装过程中，它会把其他跟它有关系的更新版本一起装进去，所以呢，你在这个降版的过程中，通常就会稍微有点卡卡的啦。其实它没有那么顺利好 ，CNRQ 的状况也是一样，所以这个地方会直接推荐直接装 TensorFlow Content， 因为呢，它目前最新版本就是 0.7.2，2022年的这个版本装上去之后，它发现如果你没有 TensorFlow， 它会协助帮你装它当然不会帮你装最新的，一定是装它可以使用的版本。那 CNRQ 呢，它发现你也还没装它也会帮你去装 CNRQ， 当然它不会装最新版本，它会装它可以使用的版本。这一套环境建立完成之后呢，我们才有办法开始去使用 TFQ 的开发环境好，那我们这个单元呢，就先讲到这个地方那我们下次我们接下来就准备实际上使用这个开发环境来去建我们这个量子的这个 QCNN。好，我们这个单元呢，先介绍到这里。